美国空军司令部透露，由美军内部模拟的假想中国2030年台地区的战争游戏的推演结果表明，中国完全有能力击败美军。模拟清楚地表明，美军再也不能像先前预想的那样迅速击败中国军队。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文章透露这场战争推演的细节，美国最终将很多根本没有服役的武器也运用在推演中，才勉强占了一些上风。但他们的部队遭受了灾难性的损失，损失大到可能令美国国会和民众无法接受。根据卫星通讯社的说法，五角大楼每一年都会进行这样的模拟推演，但是在过去的几年中，美国人一次又一次被中国击败。美国空军负责战术整合的副主任克林特·海诺特少将承认，根据模拟与中国武装冲突的兵器推演结果，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将失去许多飞行员。为了赢得胜利，五角大楼和美国社会都必须为如此大规模的伤亡做好心理准备。虽然很难接受，但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美军会遭受二战以来最大的损失。为了使得自己在兵器推演中获得优势，美国从一开始就伪造了一些自己尚不存在的优势。比如，五角大楼已经彻底确保了陆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和太空部队之间的最佳信息交互，而实际中这样好的完备度是不可能的。美军在冲突地区布置了大量的机场网络，以提供燃料、武器和备件，方便各类战机和后勤飞机的起降，而实际上美军目前缺乏此类机场网络。美国人没有像以往一样建立空军、海军和陆军的独立总部，而是在该地区组织了一些小型的机动指挥与控制团队。因为在前几年的模拟中，中国多次用远程导弹袭击了关岛和夏威夷的美国总指挥所，造成了美国指挥的混乱。把尚未服役的飞机加入推演中，是美国空军打赢战争的作弊手段。参加战争推演的飞机和无人机的类型引起了最大的关注，因为它们很多其实是不存在的，或者目前还在图纸上，只因现役武器无法打赢中国。B-21突袭者战略隐身轰炸机和第6代战斗机被赋予了渗透中国禁区和摧毁中国军队防空系统的重要作用。B-21是美国战略空军未来的重中之重，因为目前 B-2的数量不足， B-1面临退役， B-52老旧不堪，美军希望采购100余架 B-21穿透中国的防空网络，消灭火箭军。但这架飞机从开发到入役到100架的产量，显然不可能会在2030年完成。其次是第6代战斗机，根据五角大楼的说法，神秘的6代战斗机原型机于去年9月首次起飞，它将具备更好的隐身能力和更快的速度、更大的航程，再次领先歼20。美军为什么要将不存在的飞机加入模拟？因为之前的模拟中，美军都是以 F-35模拟的，但显然次次都是失败的。美国空军表示，第5代隐形战斗机 F-35不太适合在太平洋发达的防空条件下作战，因为飞机无法飞行足够的距离，速度也不够快。推演中，美军还用更现代化的 F-15EX 战斗机和未命名的新一代轻型战斗机取代了 F-16，才获得空中的优势，否则他们很容易被中国空军击退。克林特·海诺特少将强调，在与中国的战争中，无论提供何种手段，都需要强大的火力。对手已经和我们一样强大，任何的失误都会让美军有去无回。近日，俄媒爆料，俄罗斯航空航天司令部就组织了一次训练活动，大约10架轰炸机参加了发射导弹的演习训练，其中图95和图160就是这次任务的重点，并且要在空中飞行超过7个小时才会回到地面上。据悉，这段时间俄罗斯军演行动特别多，图95和图160也都开始了密集加训。虽说训练是在俄罗斯全境内进行的，但是俄媒特意点出，黑海地点是演习重点关注区域，所以俄罗斯这频繁的演习活动，甚至图95和图160纷纷加训，针对的是谁也就一目了然了。要知道，黑海如今可没有乌克兰什么事，基本上都是俄罗斯和美国、北约对峙的地方，以这里作为重点，怎么看俄罗斯都意有所指。值得一提的是，在俄罗斯军事演习之后，2架图160在苏27的陪同下，在波罗的海执行了近8个小时的任务，这基本上就是冲着北约去的了。而北约联合航空运营中心也从爱沙尼亚、立陶宛、波兰、丹麦等起出动军机拦截，其中还有不少 F-16战机和台风战机，但是
是俄罗斯的轰炸机依然十分嚣张地在该地区盘旋了3个小时才返回俄罗斯。但就这一点来说，俄罗斯这回举动就是不寻常的演练任务，很可能带着威慑目的，或者说很可能要放大招了。毕竟北约和俄罗斯之间说是世仇也毫不为过，而图160和图95是战略轰炸机，并且还有携带导弹的实战训练项目。可以说，只要现在北约做了什么触及俄罗斯逆鳞的事，这些轰炸机能够快速抵达北约盟国的核心区，直接进行轰炸。一旦到了这样的局面，英法德危矣。再从另一方面来说，最近刚喊话普京要和谈的泽连斯基，却在普京回应后突然改口不和谈了。能让泽连斯基这么有胆子的，一个是美国，另一个就是北约了。要知道，乌克兰可一直对加入北约虎视眈眈，所以泽连斯基的改口很可能就是被俄罗斯直接摁到了北约的头上。就像泽连斯基自己说的一样，乌克兰就是北约夹在和俄罗斯对峙中间的挡箭牌，一旦乌克兰没有利用价值了，那么被抛弃就是100%的事情。所以，即便乌克兰才是和俄罗斯直接冲突的国家，乌克兰也依然不在俄罗斯的眼中。有俄罗斯专家就明确表示，乌克兰就是北约的消耗品。按照俄罗斯现在被美欧围殴的情况，想要冲破局面，也必然要来一把大动作，好继续展示自己人狠话不多的行事风格，明确告诉英法德等北约国家，这样和俄罗斯对着来，那就必须要承担俄罗斯的雷霆打击。其实现在不管是俄罗斯还是中国，都在等待一个机会，一个能一举震慑到以美国为首的众多西方国家的机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让那些国家胆寒，再也不敢随意招惹。近日，据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一项法令。这项法令宣布，在以后的国际交流中，如果有国家对俄罗斯造成不友好的行为，或者对俄罗斯稳定安全发展有威胁的时候，莫斯科有权利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或者行动来给予相应的回应，禁止这些国家的驻俄领事馆雇佣俄罗斯人民。希望一些国家能够正确看待自己的国际地位，不要再做出一些不必要的引起莫斯科注意的事情。普京在这项法令中并没有明确的说明对俄罗斯进行不友好的行为的国家是美国，但是我们也能够清楚地辨析出所指的国家其实就是美国，因为近期一直干扰俄罗斯的国家就是美国。自从拜登上台以来，就时不时会出现一些小动作来进攻俄罗斯，而拜登政府也是对普京各种不满。本以为此前拜登和普京电话会谈会缓解两国局势，却不曾想到电话沟通结束不久，美国便对俄罗斯进行了新一轮的制裁，还表示出美国之所以对俄罗斯进行制裁，是与俄罗斯在早前干涉美国总统大选有关。然而，美国和俄罗斯的矛盾就这样在逐渐升级。总统法案签署没有多久，美国就遭到了俄罗斯的制裁。据俄新社报道，俄罗斯外交官近日宣布，美国将被俄罗斯列入不友好国家名单，这就意味着美国将在以后的其他外交工作或者其他工作中不能雇佣俄罗斯公民。美国对俄罗斯种种不友好的行为，促使了这一事件的发生。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野心不断膨胀，总是想着垄断世界经济，所以进行不友好行为的国家不仅仅是俄罗斯，中国也是时常遭到美国的挑衅。俄罗斯发起的反击是否也给中国提了个醒？近期美国不断干涉中国内政，穷兵霸武，派军机军舰来中国无理由的巡查，毕竟海岸线将南海局势升温，中国一再的退让，美国却得寸进尺。美国政府将中国的宽容视而不见，我们是否也应该对美国进行相应的制裁，来反击美国这样的做法？中国一向提倡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外交政策，从不去武断的干扰其他国家的发展，所以希望美国也能尊重中国。如果一再的发生一些矛盾，我想我们不会一再的退让，必要时进行反击。最近这段时间，很多人发现美国对台立场逐渐模糊，反倒是其忠实盟友不断亮明立场，甚至冲到了美国前面。近日，澳大利亚又表态，他们将如何尝到东方铁拳的滋味。在4月25号，澳大利亚国防部长达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近些年中国逐渐把亚太地区据点军事化，其统一的欲望愈发强烈。而随着澳大利亚军人从阿富汗撤走，澳军队必须集中力量放在自身区域。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也是说为了集中力量对付中国。澳大利亚跟着美国亦步亦趋，还有一点自主性嘛。他还警告外界不应低估澳大利亚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即使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澳方也不会妥协。在这之前，澳大利亚前国防部长就开始探口风了，曾鼓吹印太地区10年内开战，甚至更早，爆点就是台海，澳大利亚将会被卷入。随后，澳大利亚媒体声称，澳大利亚政府内部已经急剧升级准备工作，以应对台海可能的军事行动，澳方可能会出动军事力量配合美国行动，正讨论在多大范围和程度上协助。要注意的是，虽然澳大利亚偏居一隅，但19世纪以来几乎所有军事行动它都参与了。美国咬谁，他就跟着咬谁。
美国撤了，他也撤。对中国敌意不仅来源于美国，还有其根深蒂固的白人至上主义，和西方一样害怕白人主导的世界被中国打破。对此，也有专家表示，对于这个跟班不用过度关注，也不要放松警惕，并且做出有效反制。目前最大的招就是铁矿石了，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出手这张牌。他们以为躲在美国后面安然无恙，其实他们是被美国推到了台前。如果在实际冲突中相遇，那就让他们尝尝东方铁拳的滋味。值得注意的是，在被美国推到台前时，澳大利亚转身就被美国欺压割韭菜。近日，美国批准向澳大利亚出售12架 MQ-9B 无人机以及其他雷达、传感器、训练装备等，总价高达16.51亿美元，和1亿买1架美国无人机的印度不相上下。无论日本、澳大利亚以为能借此和美国能加深盟友关系，但其实美国只是把其当作冲锋陷阵的冤大头而已。其实我们早就把可能介入台海的力量算入预案，现在不是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想不想介入的问题，而是他们能不能介入。就像外交部回应的，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